嘿，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那文哈。然后这就是今天要选的3张牌，1、2、3哈，来同时为你解释今天的领取好运哦。今天的领取好运是说你近期很棒，你不管从内在还是你的物质生活各方面你都会得到一个很丰沛、很丰盛的收获，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收获，好像之前的一些困难跟阻碍都不见了，或都淡化了。更多的原因是因为节制牌在这边，这个宇宙的调和已经调和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在你的生活中稳定到一个稳定的状态不会给你太多的磨难，而是还给你应该得到的馈赠所以你近期会有一种内在的力量的涌现，而且同时你做任何事情呢，都会比较有更高的契机跟机会，能获得更丰厚的收获好，你期待一下。来，这3张牌你选好了吗？如果你需要再看久一点的话，你可以按暂停。那如果你已经确定了，那我们就开始吧。好，那我们开始从选到1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呢，下一位恋人的检测，所以我来帮你预测一下，预知一下预示一下下一位恋人的样子跟条件我们大致来捕捉一下来，那我们今天就先抽3张牌来抓一下好，等一下这有些凸出来的牌。首先会看到的是，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很有魅力，对你来说，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你遇到他之后，你很快就被他的外在吸引，也就是说，他的外在跟形象可能跟你心中所想要的条件应该蛮相符的。然后他近期可能跟你预见没有关系，就是说他现在的状况他现在正在转换一个新的跑道，应该说，我觉得更多应该是说他升职，他升迁，他换了一个机会更好的工作而且他做的工作可能我这边看到的是他有他比较像是穿着他是会穿着正装上班的人，他的工作跟金融服务，反正他是需要去公司上班的，他需要去打卡他每天要按照时间，大概9点10点去上班的那一种那种工作状态。因为我这边看到的是他上班的情况的时候，都是阳光都蛮亮，天还蛮亮的不是清晨所以我感觉上不是7、8点上班，他可能要到9点10点上班的那一种工作9点左右吧，我目前感觉到是这样了然后，对，因为看到旁边同财的各种同财的东西，同财的状况还蛮多的然后再继续看一下这一张这边有看到他的工作确实是服务性质比较高的。而且他时常需要，他不太像是一个团队合作了他比较像是自己需要出门去拜访，出门去认识更多的人，有点像是业务，但是他的服务性质又更高，有一点像是给客户一种回馈或什么，反正他的工作比较服务性质，反正他需要花很多时间在外面跑，然后他的那个。然后我有感受到他的个性是比较平稳的，比较善良的比较不会被，反正我觉得他应该是比较笑口常开的人比较乐观的人，对人也是比较友善的我感觉到他有蛮多的笑容的，他有很多。他平常的工作需要遇见大量的陌生人，还有他确实也要去拜访一些他需要跟他原本的客户或什么做很多长时间的联络，那需要跟他们有维持好的关系
然后我看到是很多大部分的人都还蛮喜欢他的哈，他可以为每一个人带来一些，他可以为大家带来一些他们需要的，是觉得蛮多人在求助于他的，他的工作比较像是很多人在求助于他哈。我只能跟你大家形容他的状况，他到底是哪一个项目，有一些类似的，你可以大家去捕捉一下哈。嗯、然后他其实，因为我刚前面说他服务性质很高嘛，哈，所以他每天都在处理。我觉得他每天都在处理一些客户的要求，他要去拜访，然后他去帮他们解决，他要去帮他们做一些问答，提供一些问答，哈。所以他面对的，应该是说不是说面对陌生人很多，是面对的人很多，而且他对他们都很了解。然后他其实内在本身也是一个乐于去帮助别人的人，所以这个工作很适合他。嗯、其实这工作有点很多类似的啦，也有可能是保险的业务，他需要去看，但是也有可能是像社工，他必须是常常去服务别人哈。然后以这边看到的时候，其实他的收入算是稳定的，但是收入算是稳定的，他还有很多的又是还有一些多余的东西，他可以奉献给别人，他可以给别人，而且更多的是他这个工作提供很多人一种安全的保障的安全的感受的啦，他提供蛮多安全感，所以才说很多人蛮依赖他的存在的话，他这个工作的存在，哎，所以他这个人哈，他对于那个未知跟不太未知跟他喜欢探险哦，其实他对人很有兴趣，他对于陌生的感觉，对于人他会好奇哈，所以他也算是喜欢交朋友，呃，因为他有一种很开阔的心啦，他也蛮有一个很开阔的心，他可以接纳各种不同的人。他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好奇心使然，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很好奇，对这世界很好奇的，所以他的本性上是一个非常 open mind 的人，接受各式各样的人，他对人的看法也是比较平等的。然后他其实有一种快感哈，他喜欢面对不同的人，给他各种不同的状况，给他不同的情绪反应，他有点享受在这之中，能够安稳的面对，能够从容不迫的面对，他能够解决，他能够聆听别人各种的需求，然后给予一些他所能做的，不一定是服务或什么，他会给予很多他所能做的事情。目前看到在这里，他很稳啦哈。来，再继续往下看，还在看，因为他这个翻坏手都从个性，因为我们要挖掘他的个性或什么嘛哈，可是通常都会从一些他的工作、他什么工作态度、生活态度里面去捕捉。好，再来看看其他的。哦，反正他的生活状况、他的理财方面、金钱状况都还不错哈，都不算是无所事事哈。他其实很努力工作，很喜欢工作，他很喜欢他做的这件事情。主要是因为他真的，你看到在这里有很多大量的为做别人的牌，好像这里哈，这里哈，这里哈，人都还蛮多的哈。他这个工作确实是要接触很多人，然后需要服务很多人哈。他可以从别人那别人得到他的帮助，或者是得到他的服务，然后感受到自己的幸福的感觉哈。而且他甚至他的客户年龄层好像有一点比较高哈。我觉得他其中还享乐在跟每一个人接触的时候，再从每一个人的故事或者从每一个人的谈天中，会得到一些更多的智慧。他对于这世界的好奇，对于人的好奇，他喜欢人，他喜欢人，他喜欢各式各样的人。我觉得这是他的心灵满足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呐，哈，一个源头。然后他喜欢，的确了，大家都还蛮喜欢他的，而且其实
他这个工作的收入其实还不错，所以他心态上都是还蛮满足的。他这方面都还蛮满足的，而且只是如果你可能要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可能在外面跑去见很多人的机会，时间是花的比较长啦，这个可能你要忍耐一下。他上班的时间其实时间很密集、很扎实所以他回到家之后，他的劳累感会在后面浮现出来所以他很需要可以体谅他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是需要去服务跟为了蛮多人，就是他的生活重心很多的他的能量来源是来自于别人的快乐，他所服务到别人的满足，而不是大部分时间是不是来自于他自己他也知道，他其实还蛮沉迷这份工作的，算沉迷而且这边有看到说，虽然他的收入各方面已经蛮不错的，这个足够供给他，可是他的各种心态上他并不是为了钱而去的当然基本的有，但他慢慢的不再为了这个感觉去做。好，看一下，的确他好像从小就，我觉得他这个人你跟他在一起的话我想你会喜欢他这个点啦。那我觉得你的个性我觉得你会在他身上看到他对于人的喜爱，然后你也触动了你内在的一个感受，你会感觉到说，他的快乐会渲染出去。硬要说他有一些缺点觉得他的缺点可能就是太照顾外人了。对外人特别好，对自己人的要求可能比较高，或是比较粗心。他对自己人可能会比较粗心，因为他在他的概念里，他会觉得说，帮助别人或是服务其他人更重要，而自己的家人或是自己的恋人，应该要非常明白他做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个优点是，也因为他的各方面个性各方面比较开阔了所以他不太会约束你太多事情，也会让你去做很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他了解人啦，他理解人他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小小的控制欲，但那个控制不是在控制你，而是他是对于时间或是他在做的事情。他的那个控制欲来自于他希望这一件事情跟他在做这个工作或什么的，他要摆在第一位，各方面来讲都要第一位从这里可以看到因为这里有好几张在一起的好牌啦，他那个好牌在告诉我说，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多的相处问题，而且你们的互相吸引力还蛮高的。然后，但是偶尔你会迁就他很多事情，也因为你了解他的性格是这样子为其他人做，所以你会让自己迁就他做这些，因为你慢慢的会被感染到他的性格上的力量。主要是我觉得他确实对你来讲有某种你深深的内在里面所需要的那一种魅力不过他是蛮接近你所期待的那一种恋人啦，你心目中所期待的样子。他这个人给你会有一种，他不是你过往所认识的人的形态之一，他是一个全新的样子。
他的感情付出的样子，跟他对待你的样子，还有他对于未来、对于生活的态度，跟对你来讲都算是蛮新的、蛮全新的。该怎么说？就是说，嗯，他这个模式，他其实跟你的模式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你会觉得蛮浪漫的，蛮浪漫的什么？就是好像你会觉得你是他背后安定他心的最重要的力量，因为你会发现他出去面对很多人的时候，也许是快乐的，但是回家的时候会有一种遍体鳞伤的感觉，好像他吸收了很多外面的折磨、负能量或是难受，然后回来的时候，他遇到你的时候，才有一种被保护的感觉。你会因为这种两个人是处于这种关系，也沉迷于去照顾他，沉迷于去喜欢上这个人了。好、你会放他去做任何他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你觉得很值得，你也会被他这一种性格感染，你也这边有看到你遇到他之后，你的性格各方面也会慢慢的改变，会有所改变，好，会跟你原本想到的不一样，然后你们的关系的丰盛感蛮高的，然后后面就又出来了，而且也有蛮多人认同的，甚至你的家人或什么，我觉得会蛮认同的哈。主要是你真的是遇到一个蛮好的人。如果硬要我去看他的缺陷的话，我觉得他有点工作狂啦，他会有点忽略你的存在，但不会忽略太多。但你如果过度敏感去想，你会发现他偶尔会他会忽略你，他会忽略你，但是会时好时坏哈。如果你需要一个一直陪伴你腻在一起的话的人，他可能不是哦。这份关系需要的是你能体谅他所做的事，并且理解。你越是理解，越是明白，越是支持，他反而越爱你哈。这个是这个关系上的，因为他会觉得你跟他的价值是共同的，你们会有共同的价值哈。而且但也不用担心，你们的感情不是慢慢累积出来，可能是第一次遇到的时候就有一种蛮好的火花哈。可是他会慢慢让你理解到，你们的感情虽然浓烈，或是第一次就很有感觉，但是他还是需要把他现在做的事情硬生生的摆在第一位先做，因为他觉得那个事情更大哈。他需要能够理解他这件事情的人，哦。不过以牌面上来讲，你是能理解的啦，而且你也喜欢，因为他满足了你很多的条件，善良外在，主要是外在就一下就吸引你了。好，只是人不会完美了，他很多缺点，他一个缺点就是他的时间上真的给你的不会有你想象中的多哦，但是那个稳定感还是有，所以如果跟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这个人的生活。个人的空间会变比较多，所以你要在其中找到这份关系里面，你在这空间里面不会感觉到孤独寂寞的点哈。好，这就是选到1号牌的朋友哈，然后希望你能够理解，如果喜欢的记得按赞哦，然后按赞的影片很重要，希望给你分析一下你会喜欢这个人，将来也能够遇到他哦，谢谢。然后接下来是选到2号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下一位恋人的预测或检测，我们来帮你看看下一位恋人的现在的状况跟未来你们可能在一起的情况哈。来，好，对，他的生活方面、经济方面是稳定的哈，你别担心。然后，但是他有在，我们先来看他现在中，他有在要进一步的
他希望他现在的生活状况能够再进一步的进阶或什么的，然后他付出了蛮多，可是近期都有一种不上不下的感觉，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但是并不影响他现在生活情况是蛮好的了哈。好，的确还是有一种他现在有想要挑战或是改变他现在生活中，他可能觉得，我觉得他不是金钱方面，他是以他的资历各方面，他觉得他应该要再往上走，可是好像有点卡住上不去哈。他最近有一种做白工的感觉了不过他可能不知道，他的下一个阶段确实已经慢慢要过来了他的新的阶段，其实他现在有点急躁或各方面然后再帮你看其他的，因为他现在看到的是，他现在处于一个，他现在你可能不会认识他，但他现在处于一个比较慌乱忙碌的状态，然后他可能有一个年纪也到了，不知道是几岁，反正就是到了一个人生需要转一个年纪的，比如说28要进30或35，然后到40这一段，他还在等不知道要40之后，或是他40多之后，然后又有一种50岁前的紧张感，不知道就大概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关卡的转换他其实已经做得蛮好，也现在因为一开始就是那个钱币国王了，所以他的生活跟技术各方面都 OK， 只是说他对于自己的理想和梦想这一个角度来说，他到了他想要转换的点不过他还没找到方法，他还在探查，还在找到方法，但是他心里的那一个激动或什么，已经非常浓烈了，在推销他过去。我觉得他是因为看到其他人的成功都比他快，或是成长比他快，所以他开始有点紧张不过是现在的他啦，你遇到他的时候，他应该已经进入了那个新的状态，所以现在他这个比较低谷的状态不会在遇到你的时候发生。他现在是在遇到你之前，他正在突破之中不过以整个这些牌的能量来说，他是要突破，要进入下一些势在必行了，只是现在还在那一个困难点上对他来讲是蛮辛苦的，还需要一段时间去做准备跟重置目前看起来以权杖8跟这个骑士来说，应该不久了，几个月内他就能够突破了不过我这边有看到他的个性他的个性还蛮在乎别人的赞赏或什么，他蛮在乎评价的。然后他也蛮重视自己的外在的打扮，他希望别人看到他这一题我的脑袋就没什么画面都比较多是一些语言只能说他蛮在乎别人的评鉴，然后所以他对于自己的外表打扮非常的重视可是他内心有一些生活上的压迫，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这里有好几张牌都是属于那种内在个人自我评价要求非常高的牌然后其中我又看到了有一种挫折感，在这里有一种挫折感，也就是说他目前没有得到他想要的赞赏了所以他现在是在他的人生的比较低谷的状态里我觉得真的是他自我要求太高了，相较其他人来说他已经够好了，但是他总是，我觉得他有一个比较是自尊的关系啦，面子的关系因为可能其他同才都已经进化和进步了，他还没所以他现在在处于这个压力状态，所以他其实算是一个很上进也很有野心的人因为你不认识他，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只能说他最近需要有人去带他，有人去告诉他他才能够离开这个困局。
不过这边也渐渐已经看到尾声了，就是说这困局的尾声已经出现了哈，他也差不多要过关了，差不多要离开这个困局了。好，所以等到他遇到你的时候，他已经完全进了一阶。那我们再来多看看他的性格方面好了哈，这个他的现在的现况，我觉得差不多。好。他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其实他心态上、心理上是稳重的人了。就是说，他如果有家庭或是有恋人或什么的话，他会非常保护他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因为他认为他能保护的东西才是他人生的价值。他自己的个人价值其实没有放那么多，所以他前面上一组牌，他的野心更多，是因为他可能觉得。他能够给予他所爱的人或是他的家人的东西还不够达到他所想要的原本设定的目标哈。他的性格人格上处于一种保护的状态，他人格建立是他能够保护其他人多少，保护他所爱的人、家人、朋友或是恋人多少。品质多好才是他人生的一个价值，可是他常常给自己的压力太大，就像刚前面说的，他给自己的要求，他对自己的要求实在太高了。这边已经又看到一下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然后他的个性蛮硬的，他不太会接受别人的帮忙，因为他会觉得因为他想要照顾别人，他想要保护别人，所以他被别人帮忙的时候，他会有一种羞耻的感觉，或者有一种惭愧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他所需要学习的。然后他看的世界跟看的目标或什么都是蛮长远的，而且也有点太远。他的压力都来自于他把他的目标，或是他快要变成眼高手低。他其实能力也不错，但是他只要缩小一下他的范围，他的梦想范围，他其实都做得好，各方面都做得好，因为他的能力够好，他可以一个人处理非常多的事情，他甚至自己也能开公司，自己也能做，一人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哈，他不需要那么多人帮忙，反正这边看到能力真的都蛮好的。主要是因为他的精神力量来自于他心中有一些他想要保护的人。而且这些人的快乐的价值，就是他的成功的价值是同等的。好，我再看一下。对啊，他确实是这种性格的人哈。他内在的所有的一些能量或什么快乐各方面满足感，都来自于他想要保护的人，他想要照顾的家人们是否安稳，品质是否好。他觉得这样子的，他得到这种成就，比起其他人对于他的事业成功或什么的赞美都来得重要多。他更能够让他觉得有活着的感觉哈。但是那个沉重感实在太高了啊！他需要，我觉得你遇到他的时候，你需要给他的是更多的是一种体谅跟。可能要跟他讲说，其实不用这么努力，他给的太多了，他给的太多了。其实他身边的人都已经感受到他的爱，跟他照顾其他人的那一份心啦。我觉得那一份心意都有这个。我觉得他这个人从刚前面那组看起来，他对于很多事情他可能觉得自己没有那么聪明没有其他人灵活。他这边确实有一个小小的自卑感的讯号有在里面，但是也因为他一直不断在突破这个自卑感，所以让他成为他现在他是属于努力型的，而且他非常努力。他现在有的成就或各方面的个性上啊，怎么的，都是因为他非常努力。他有自卑，但他不太会气馁，因为他已经从一个比较自卑的比较低的位置去看世界，所以那种气馁的感觉或失败的感觉，对他来讲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他其实是一个从比较负面能量转为正能量，转为他的精神力量的人。
所以如果你跟他在一起认识他，说你常常会发现他在懊恼很多事情，可是他的懊恼并不是因为你或什么，他在懊恼的是他要怎么样才能够更好，什么样才能够更进步。他真的是一个比较有上进心的在各方面的人也因为这样子，你在遇到他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种很安全的感觉啦，物质上，主要是还是物质上，生活上有受人照顾，很明确的照顾的感觉。的确，他情感面他的情感面，内在情感面是比较封锁的，应该是说，他也算是不善于表达自己情感面的人就是他有一些痛苦、难受什么，他会忍耐起来，他不太会讲出来。他不太会讲出来，也不是他不想讲出来或什么，而是他不太会去诉说。然后他在内在会把这种负面能量转换成一种他更想向上、更想努力的那一个动力。他已经自然而然会把这样子的负能量或挫折感各方面的失落感转换成他的动能。他已经习惯了所以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不太容易听到他在跟你诉说他难受的地方甚至你不太会听到他抱怨他的真正的，他会抱怨一些小事，一些很琐碎的事，可是那个都只是他在发泄他的情绪，他在平衡那些东西，平衡他内在的那些情绪。感情上他可能没有你要的浪漫，他没有那么浪漫，这里的浪漫牌都很少。他对情感上有一点呆啦他没那么浪漫，没那么灵活，他也不像其他人会讲那么多好听的话、漂亮的话、浪漫的话，他没有那么多。但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舒适感，很像有阳光的感觉很像白天的阳光，也很像黑暗中的一盏灯的一种感觉，会有这个类似的感觉只是要维持这个亮能，或是维持那个灯的那个灯油或什么，只要它是费尽的很大的心力去维持出来的，所以它就是那一种很硬啦，他很硬啦，他就也有点爱面子，所以他不太会把那些内在的东西讲出来所以如果你下一个恋人遇到他的时候，你也不要说破他，你也不要讲出来，你就好好的支持他就好。这个逻辑常常出现当你说破他，很多人他自己都没有准备好要去面对他这一面，所以你也不要去说破他，把他讲出来，就好好的在旁边陪他、照顾他，他会自己内在会慢慢的消化成他该有的样子还有适合跟其他人相处的样子，这些都不用硬推硬挤好，的确刚前面讲说他有快要往新的样子，现阶段差不多了，他差不多了，还好他现在他在遇到你之前，他就会有一个全新的转换了所以他现在的低谷真的看来还蛮低的，也不过他现在就快要觉醒了啦，他要觉醒成一个他的困扰会变得比较少他这个觉醒之后他会变比较少，可是他的转换是来自于第一，他可能会理解到自己的野心太过了，然后他也会理解到他对别人的竞争感放得太重了，然后他会理解到说他其实以前有点太不在乎其他人的情感面了，他慢慢就会理解了，然后他这一些东西重新打掉重练，他就会变成比较柔软的人，他会变得更柔软、更海绵他会变得更这样子的人他现在还是比较硬邦邦的，所以他才会有一些挫折感，之前挫折感或什么的，主要还是因为他的性格方面还没有做一个很好的调整。但是他遇到你之前，他就会调整完了。那我这边都有一些已经到了一个转换点了，他转换点的能量各方面都已经到了该转换的时候了。有一些数字啊，都什么都已经从
一轮一轮的又要从头开始再起来了哈，都就要再从头开始再起来。所以对他，我觉得他来说的话，他现在在一个独自的转换期、蜕变期。他这个转换期、蜕变期是不需要你出现的，因为好像宇宙的能量好像在让它转换完之后、准备好之后，再出现在你面前才是对的哈。你可以期待一下。至于你这方面的话，我觉得没关系，你自己的方面你想一下，我就是不预测你这方面的问题，只是帮你准备一下未来你要遇到这个人的各方面的一个状况。然后他跟你相处，万一要说一些缺点的话，我觉得他很顽固啦，他很顽固哈，他可能会觉得他觉得对的事情就对，他不太会改，但是他也没有不听哦，只是他听你的想法或什么，他消化时间要比较久，他消化时间要比较久，但他不是一个不会反省的人，他可能就是比较硬啦哈，你不会在很快的短时间内就得到他有所改变，或是他有所接受，或是他有效沟通的状况不会那么快，但是你会慢慢发现到说他会一点一滴、一点一滴让你知道他明白了，他知道怎么做了，但是他这方面就可能时间要花的比较久。如果你未来遇到他的话，好，这就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希望你能够理解哈，也希望你能够喜欢哈。那这个未来可以希望能够给你一些比较正面的期待哈，正面的期待，比较乐观的期待，希望有帮助到你。好，谢谢你来听。好，接下来是3号牌的朋友哈，选到3号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下一位恋人的检测。下一位恋人是谁？他现在的状况如何？他是什么样性格的呢？让我们今天来帮你看一下哈。好，大致上应该会先看到他现在的状况了，然后再从中推敲一下他现在他的个性哈。我目前还没看到他的个性各方面，我发现他快要出现在你想要杀的朋友，他快要出现在你的生活里了耶哈。他这边有一个时间的推动性跟一个转换性哈，他有一个风能量方面，就是说他最近会以一个很特别的角色出现在你附近哈。如果以工作上来说，他可能会成为你的主管或什么的。他是一个新来的人，特别来的人，他对于你的现在的情况会蛮大的影响啊。我只能说，他的出现会对于你现在的状况会有蛮明显的影响，无论是生活啊或各方面哈。他会为你的现在状况来带来一些转变，有明显的转变了。可能是金钱上的薪水增加的新的工作机会啊，或是什么的。因为它这个土能量，我发现它里面有一些土能量，其实它这边每个能量都有啦，只是说它有一个硬生生的会改变你一些现况。它的状出现不知道，因为这里不是情感面的，我只能说它是物质面的，所以我只能先推敲说，它对你的工作方面有带来直接的影响，大小还不知道，但是时间点快到了哈。目前它要出现，就是说，如果它要出现在你面前，它还需要1个月。那现在这个能量大概只剩15天，就是说它已经走了一半了。我觉得它走了一半之前了，这更多也有更多。我讲1个月半15天也是比方啊，但它有可能它是要走1年，它可能现在在6个月内就会出现，也有可能，大概是这样。不过目前看起来已经很近了他已经很近了，在很靠近你了。我希望能看到更多他性格的部分。还是一样他很快就要出现在你这里了，而且这边有一个能量是我发现你不会很快就知道他是谁。然后你们会有一种错觉就是你们会有一种觉得彼此互相找麻烦的感觉，会有这个，
你遇到他的时候，其实你不太会发现是他，而且你们两个心里会有一些波动，就是会很在意这个人，但不是感情上的在意，而是会很在意这个人对你做的事情哦。他这里没有，我这边没有看到，我这边还没有看到你们是一开始遇到就感觉非常很有好感的。我觉得你们一开始的相识会蛮多小小的误会，感受上的误会，有一种不打不相识的感觉，但现在还没到不打不相识，现在就是在前面那个不打还在打闹的状态里。哦，近期你会遇到这样子的人，之前有看到是这样子的人，他他这个人其实是直奔到你的生活里来的啦。哦，然后他的一些内在的可爱啊或什么，好像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挖掘。他挖掘你也是哦。总之，你们近期会先认识，但是你们不会发现自己对彼此的情愫。这边是没有，这边都这边被隐藏了。的确是要花一点时间呢。你们两个要转换成比较好的关系，他这边只看到你近期就会遇到他，要转换成恋人，好像还需要蛮多的过程哦。你们会有点日久生情的感觉，我觉得它比较不像日久生情呢，因为你们感觉一开始没有甜蜜，或者说，我觉得你们是因为接触过多太多，你们两个会在其中达到一些默契，然后默契之后才慢慢变成有感觉，很像影集这样子，两个人一开始就打打闹闹互相讨厌，就忽然不知道某个契机点，就突然对对方有感觉，然后才意识到对方在自己的生活中的重要性。有这个讯号啦。哦，对，这确实需要发生很多事情哈，还需要走一段路，然后我这边看到真的是蛮多，我觉得他这边我真的看到蛮多情况是，他是你工作上新认识的人啦哈，然后你们会一起做一些事情，然后其实你们互相有点讨厌彼此，因为可能两个人做事方式不一样，但是结局跟终点是好的，你们中间会找到彼此的共识，才开始对彼此有好感，而且在认识更深之后，深入了解之后，会发现彼此的价值跟人生观、三观会比较合，但是还需要比较关键的事情发生之后，才能够跨越到了新的境界。所以你们前面要相处一段时间，共同做了一些很多事情之后，会有出现一个转折点，让你们突然发现对方有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才会开始有一些情愫出现。好，一开始出现是前面这一段是这样，这就是预测你们情况就这样。来，我们来帮你看一下他的性格哈。性格上的话，我觉得目前我刚前面第一组开就觉得你们的性格还蛮相像的哦，所以才会有一种相斥磁场碰撞的感觉。我一直有看到你们两个是磁场碰撞，但是我也有看到中间有一个可惜点是，你们有可能会因为两个磁场接近或是太相像，然后错过了可以在一起的那个情愫发现的机会。哦，他会有一点点情感上的误会，认知上的误会。这张牌我洗掉了，还有抽到。目前两个的距离，新的距离是还蛮远的啦。这样问他有更多他性格方面的东西，就会给我好多警告牌、警告的讯息。首先要警告的讯息是什么？就是，这个先放回来，连先讲这些哈。就是说哈，我刚是不是说你们一开始遇到的时候会有很多表面上的情感上的误会，有很多误会。第一就是，第一你们会有沟通不良，第二会坚持己见，
第三是彼此对于事情的想法太冲突然后有一种感觉彼此都给彼此很大的负担。我觉得这真的是工作上的讯号反正我觉得，反正你会在工作上遇到他，然后你会觉得这个人跟你真的是不同世界的人，会有这个感觉一开始。所以要等到那个契机点出来的时候，还真的需要一段时间去探查。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有点，或你们会有点，我觉得这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因为你们两个的接触各方面都太浓烈了，都太碰撞了，所以才会产生那一种很硬生生或是很深刻的感情，在最后才会激发出来。可是，只是我害怕说前面这一关会不会没有过关，反而变得越来越讨厌，那些情愫都被掩埋掉。但是我觉得顺其自然就好了啦。如果宇宙是要他预测到下面这一个人是这个给你，那就顺其自然就好了，体会一下这种感觉。哦，哦，嗯，他这边也有告诉我说，其实你们彼此是互相吸引的，可是很奇怪，在很多奇怪的感受里面，错过了其实彼此是互相吸引的这个强烈的讯号。哦，但我看到的是，就是因为你们彼此有很深的互相吸引，所以才会这么敏感的对方做的事情，才会这么在意对方的表达，才会这么对抗他所做的事情。原本也没那么讨厌，原本也没那么反感，可是因为太在意，感受太接近，或是什么太浓烈，或是太有缘分吧，能量吸引的太强烈了，所以你的反应可能，你对他的反应会比对其他同样事情的反应再更大。不过先偷偷跟你说，你们这样持续下去的结局是蛮好的，有一些情感的流动后，在这个关系里面正在达成一个蛮好的，正在偷偷连接，就是说你们内在的情感跟宇宙两个的一些意识上面已经在偷偷连接了，就算表面上打打闹闹的，可是私底下你们的情感面的那个能量已经偷偷连接起来了，所以才会有一种怎么这个人甩不开啊？这人怎么那么烦，一直在附近？其实仔细下来，冷静下来，仔细下来一些比较细腻的相处，才会发现说，其实这个人还真的蛮适合自己的只是因为他有一些你讨厌的东西，你自己身上也有。他比较像是说，你也讨厌自己这样，但你不讨厌自己。可是，在他身上有出现类似的东西，你终于找到可以讨厌的点了，所以你就很讨厌他。其实你身上也有一些类似的东西，他很像你自己都甩不开的一些缺点，自己都甩不掉的一些阴影，你也知道，但你不会这么的想要更改。可是，在别人身上的时候，就会放大，就会觉得特别讨厌，很像是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在别人身上发生的时候，就呈现了那种羡慕、嫉妒、恨，然后明明自己也想要，可是在别人在身上发生的时候，你反而觉得厌恶，差不多有这种很扭曲的状态啦。然后遇到这个人，但时间这边有看到时间在慢慢推下去之后，你们俩终究是要在一起的啦。因为以能量来说，其实你们在某方面，你们底下有一些水能量方面，其实已经证明了你们两个在一起了，只是表面上、外表上的相处模式看起来不像，但其实这只是你们现在的相处方式但是能量上其实是已经在一起了。来，再帮你看更多从这里开始。因为底下有一个崭新的水能量，已经就是在你们遇到彼此的时候，有一个崭新的水能量，早就已经在底下爆开了啦。对，继续往下。这才一直出来然后慢慢的OK， 只能说这边再告诉你说，
现在的你们不是你们啦，哦，你们之后会有一种全新的相处模式哈，在旁边人看起来反而会觉得说奇怪，两个本来打倒互相讨厌，怎么现在变这么要好哈？那是因为在某个契机点发生了之后，你们就会整个概念会转换之后说啊，这个你们会开始懂得欣赏彼此哦，欣赏彼此，这个契机点会来啦，还会来，然后会来，何时来？还是真前面看都是觉得还是要一段时间，因为现在比较像是你们在情感上的磨合期，但是比你想象中的激烈很多，就是不过还必须说啊，你们还是有一个很大的机会，只是会变成非常好的朋友，而不会在一起哦。因为可能前面的那个相处有太多的那一种负面的，可能会让在一起的这个难度有点提高。他这个牌比较说的是，它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契机点发生啊，整个概念会转换哦。这牌又出现然后这三张都跑出来了，它确实是暗示了你们两个会有一种全新的相处样貌会出来哈。然后整个转变提升的能量也有出来，表示说塔罗牌这边有在支持整个能量的发展是对的，就是你们不太会卡关，你们终究要变成是恋人哦，你们终究会变成恋人的。好，你们之后反正他那个契机点会出现，因为他后面都有一个，就是说，他后面都有一个已经有新的样貌出来了，在你们之间，所以势必你们会在现在的状况去做转换哈。不知道你能不能发觉我在说的人是谁哈？但是他这个整组牌也有在说一件事哈，也许你现在身边感受不到这个人，不久之后就会有这个人这样子的人会出现哦。你可以期待一下啊，他这个只不过第三组牌的比较特别一点哈，它的模式跟前面两组牌也不太一样。前面两组牌还算比较远哦，不像第三组牌有一种很近的感觉哦，好像是马上就很快就要发生了。好，这就是选到3号牌的朋友，你可以期待一下了哈。我觉得这个还蛮特别的，你可以观察一下你周边人是不是有这一个人，但还没有，但他可能就要出现了。哦，你可以期待一下哈。不过第三组牌的时候，我可以特别提醒一下哈，这个人的出现呢，可能他的目的不一定是最终的恋人或什么，但是他这一个人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因子是，他让你重新认识自己，因为他很像你的镜子。因为我今天看到他这三组牌看到的都有一种反射性反射的，好像所有的情况或性格都好像不是在讲一个人，好像在讲同时在讲两个人，所以我才会觉得第三组牌会比较像是，它可能会像是一个镜子哈，它会让你重新思考一下你自己，重新看到你自己，哦，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的出现。好，这就是选到3号的牌的，希望你喜欢哦，喜欢就按赞站对，频道很重要，谢谢你来听，祝福你。